夕阳染红的荒原上散落着无数具尸体，鲜血与夕阳相互映照，天地间仿佛都变成了红色。这是一个战乱的时代，大地被民众之血染红，而浓重的血腥味也招来了妖魔的复活。为武田家效力的飞影与魔狼是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。魔狼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，神情恍惚之下，他竟然挥拳对飞影发起攻击。飞影连忙闪躲，而魔狼也立刻清醒过来，他慌忙离开了这里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在武田家族的大本营中，一个可怕的怪物袭击了这里，并将武田家主当场击杀。而在同一天夜晚，魔狼也从武田家族中叛逃，这不由得让人将家主被杀一事与魔狼联系起来。于是家族中的高层便派遣飞影前去追杀魔狼，同时下达命令，家主之死一定要保密，不然的话将会引起一场动乱。飞影便踏上了寻找魔狼之路。此时他的记忆不禁回到了几天之前，二人刚刚见证了无数死去的平民。魔狼变得失去了理智，他先是攻击了飞影，然后竟然用飞镖打伤了他的眼睛。飞影对此觉得十分奇怪，就在这时，周围的异常响动将他拉回了现实，似乎有人正在接近这里。突然几只飞镖对他奔袭过来，飞影连忙躲到树后。通过飞镖的形状，飞影得知对方是伊河流的忍者。飞影先是打倒一人，还有一人的实力比较强悍，一直跟踪飞影。很快来到了一片草丛之中，飞影眼见逃跑无望，便与之展开对决。二人刚一照面，50刀就纷纷脱手，接着便是一番近身肉搏。肉搏之下，对方可不是飞影的对手，他被飞影的夺命剪刀脚锁住，直到停止挣扎。飞影随后来到了一片瀑布旁边，他和魔狼幼年时的场景不禁涌入脑海。就在这时，后方再次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飞影回头一看，原来来者是一名老和尚。老和尚带飞影来到了自己修行的寺庙，这里十分破败，屋顶到处都是蛛网。老和尚得知飞影是来找人的，便提醒他这里并没有他要找的人，而且建议他最好在太阳落山前离去。飞影只好离开了这里。但当他在森林中穿梭时，一名女子唱歌的声音从远方传来。飞影顺着声音寻找过去，只见是一个脸上长有胎记的女子正站在树旁。女子名叫阿玲，她将飞影带到了自己居住的村庄。村庄地处森林深处，这里的居民正坐在一起喝酒聊天，看上去十分自由自在。居民们对飞影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，并和他一起喝起了酒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飞影在人群中看到了魔狼的身影。他刚要过去查看，却被热情的居民拦了下来，他只好留下来继续喝酒。夜色深沉，阿玲将飞影带回了家，并给他的眼睛换了药。飞影便告诉了阿玲自己来此的目的，可阿玲却说道这里并没有陌生人到来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名女子来到了这里。阿玲介绍说她叫小西，小西为飞影带来了被褥，而后便离开了。在阿玲睡去之后，飞影偷偷离开了房间，他打算四处查看一番。谁料就在这时，又有居民发现了他，并再次邀请他去房间里喝酒。飞影不好推辞，只好跟了过去。第二天，飞影决定对村庄附近展开调查。他发现了几处奇怪的地方，一个是村庄附近并没有野兽出没，还有一个是村庄里并没有农田。那么这些居民都靠什么生存呢？夜幕再次降临，飞影正在打磨武器，突然一枚硬币向他飞了过来，这是同伴传来的信号。飞影和同伴见了面，同伴们也对村庄进行了调查，并发现了魔狼出现过的痕迹。他们还提醒飞影千万不要因与魔狼的情谊就放过他。飞影答应了下来。时间又来到了第3天晚上，飞影从睡梦中惊醒，此时一阵异响从窗外面传来，飞影连忙出外查看，竟在森林中发现了同伴的遗体，他们的腹部都被剖开，显然不是人类所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怪物对飞影发起攻击，飞影纵身一跃，将一枚飞镖反射回去，怪物似乎受了伤，仓皇离开了这里。此时还有一名同伴留有一口气，他告诉飞影魔狼是怪物从土里生出来的，也就是说魔狼其实也是个怪物，这让飞影顿时呆立在原地。为了弄清楚情况，飞影在森林中展开了调查。突然一张巨大的蛛网出现在了前方，飞影察觉到了不妙，便将自己的武器钢爪伸了出来，在钢爪的挥动下，蛛网被尽数斩断。而在蛛网后面，一只巨大的蜘蛛正叼着阿玲虎视眈眈。飞影抽出武器飞奔而去，一刀便斩断了蜘蛛的一只爪子。就在他准备发起致命一击的时刻，蜘蛛喷出了大量蛛丝，趁飞影躲闪不及，连忙逃离了这里。飞影连忙追了过去，他一直追到了老和尚所处的寺庙，而老和尚正站在门口等待着他。飞影问起事情的缘由，老和尚便说道，这都是为了让鬼路的皇子复活所必须要做的。鬼路便是陆地上妖魔的领袖，而那个村庄便是为了进行复活仪式所建造的祭品聚集地。飞影一听，连忙对老和尚发起攻击。老和尚此时也显露出了真身，竟然是一只巨型蜘蛛。你是他
飞影来到了寺庙之中，他猜测所谓的皇子一定就藏在里面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女子小西正倒在地上。就在他准备上前查看之时，小西突然又变了模样，原来他便是之前绑架阿玲的蜘蛛。小西不许飞影干扰皇子的复活，关键时刻，飞影将力量注入了武器之中，强大的力量瞬间将小西炸晕。但就在飞影即将离开之际，小西竟然又醒了过来，他显出了蜘蛛真身，并死死将飞影按在了地上，但这根本难不倒飞影。他将钢爪刺进了蜘蛛的口中，一招就将其制服。皇子的真实身份终于要被揭开了。飞影走入了房间之中，他将房间中的佛像打碎，里面果然藏有一个巨型胚胎。飞影将胚胎割开，皇子的身份就此揭晓，竟然就是飞影的好友魔狼。其实飞影早有预感，只是到了此刻他才真正确认下来。魔狼此刻释放出浑身力量，将寺庙损毁，飞影被掩埋其中，但飞影并没有死去。他回到了村庄，发现阿玲和村民们都已经死去，他的心中百感交集，便决定继续踏上寻找魔狼之路。时间转眼过去2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武田家开启了和织田信长的对决，而飞影则一直在寻找魔狼。这天，飞影来到了一片海边，就在这时，一名少女急匆匆跑了过来，她的身后则跟着几名武士。在武士的口中，少女似乎杀了他们的首领，但少女却矢口否认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武士们发现了一旁的飞影，他们也对她发起攻击。飞影连忙起身躲避，就在这时，少女来到了飞影身边，并用一种细钢线作为武器，迅速将2名武士打倒，还有1名则被刺瞎了眼睛。瞎眼武士嘶吼着跑进了海水中，好巧不巧，一只妖魔随后从海水中出现，那是一只体型像马的妖魔。妖魔先将瞎眼武士踩死，然后嘶吼着向飞影和少女冲来。飞影此时问起了对方魔狼的事，妖魔便说道自己是大海的皇子，当自己与魔狼结合的时刻，世上所有的妖魔都将由他们支配。话音刚落，妖魔便对飞影发起攻击，飞影被打入了海中。就这样，他们便在水里展开了交手。妖魔一口咬住了飞影的小腿，飞影则一拳打上了妖魔的头部，妖魔吃痛便潜入了海底。飞影准备继续赶路，那名少女见状便跟在了他的身后，两人一同来到了一家客栈。少女此时介绍说自己名叫阿玲，这顿时让飞影呆立在原地。阿玲在一个房间中发现了一名女子，但见到女子的样子后，她却突然尖叫起来。飞影连忙赶来查看，只见女子正抱着一个婴儿的尸体，而就在这时，周围也响起了脚步声，无数死去的人向两人走了过来，而后便又倒在了地上，变成了尸体。飞影说道，这是死去的人还留恋人世间所致，而幕后黑手便是妖魔。第二天一早，阿玲醒来后发现飞影早已离去，她便急匆匆追了出去。在森林中，他意外遇见了一个白发女子，诡异的是，女子并没有心脏，他还解释说这是他心爱的人干的。飞影此时来到了一棵树下，然而2个妖魔正等在这里，他们是受魔狼的指令前来刺杀飞影的。蝴蝶魔率先对飞影发起攻击，飞影则一刀刺中了他的身体。就在这时，一条巨蟒从大地中钻了出来，他用尾巴将飞影卷上了天。趁此时机，蝴蝶魔再次对飞影发起攻击，飞影则挣脱了束缚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只树魔也出现在了这里，他还将阿玲和白发女子用作人质。飞影向树魔丢出一个燃烧瓶，强烈的火焰让他的束缚有所松动，阿玲便挣脱了束缚。巨蟒此时又对飞影发起攻击，眼见形势变得危急，关键时刻，那名白发少女竟然化成了一道光芒，光芒击中了巨蟒的头部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巨蟒竟然就这么被轻易打倒。经历了生死历险，飞影便答应阿玲跟在自己身边。晚上，一名男子找到了飞影，他是武田家的一名武士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武士竟然对飞影发起了攻击。他解释说，武田为了打败织田信长，不惜与妖魔进行合作，而魔狼合作的条件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武田家族杀死飞影。就这样，二人便展开了交手。可仅1个回合，飞影便将武士打倒在地。飞影意识到这是对方在让着自己。武士解释说，他不得不听从家族的命令，但同时也被飞影对魔狼的执着感动，所以他才选择这么做。飞影决定去找魔狼进行最后的对决。阿玲拦住了他，劝飞影放下执念，可还是没能将他留下。经过一番跋涉，飞影终于找到了魔狼。魔狼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，他说自己已经不甘于做一个受人摆布的人类，而且为了彻底断绝情感，他甚至杀害了心爱的女人，那名没有心脏的白发女子。魔狼劝飞影成为妖魔的一员，飞影此时已经被蛊惑。就在这时，阿玲及时来到了这里，飞影顿时清醒过来。就这样，一场终极对决就此开启。海之皇子随后也来到了这里，
阿玲连忙进行阻拦，但却被皇子打伤了面部。魔狼与海之皇子进行了结合，一个新的妖魔就此诞生。妖魔的实力异常强大，只一个眼神就将飞鹰打飞了出去。但飞鹰并没有放弃，在妖魔袭来之际，飞鹰一脚踢下了他的眼睛，并用钢爪划开了他的肚皮。妖魔渐渐从风中消散，魔狼的身影再度出现。此时的他已经恢复了理智，但最终还是坠入了深渊之中。阿玲将受伤的飞鹰救了回来，但阿玲的举止十分奇怪。飞鹰仔细一看，发现他的脸因受伤被毁了容，这与曾经的阿玲几乎一模一样。飞鹰并没有嫌弃阿玲，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新的生活。